这一下，陈平什么都想起来了。难怪他看着那少年有些眼熟呢，这个家伙跟着那霍昭长得十分相似。在无望之地的时候，陈平可是跟着那霍昭动过手的。当时那霍昭并不是本体，而是被召唤而来的。即便是这样，陈平也不是霍昭的对手，最后靠着赤云魔君附体才打败了那霍昭。现在这少年很有可能就是那霍昭的儿子。想到这里，陈平的内心有紧张起来，自己刚到了天界不久，不会就遇到神殿的人吧？他跟着神殿可是有深仇大恨的，若是神殿知道他如今到了天界，肯定会不惜代价追杀他。陈平现在只想着尽快离开这个飞虎城，千万不要暴露身份。现在最主要的就是提升实力，等实力提升上去，就不怕神殿追杀自己了。还有就是尽快的找到苏雨琪和宁志，两个人也被大道街引来了天界。若是两个人到了人族地狱还好，可要是到了兽族或者魔族地狱，那就麻烦了。陈平现在还不知道苏雨琪和宁志两个人身上的血脉早就成了魔族。就这样，陈平他们老老实实的跟在那霍世子的身后，看着那一副装逼的样子，虽然陈平很想把这霍世子打一顿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很快，霍世子来到一处府邸，这府邸装修的十分豪华，在门口停下之后，霍世子一摆手道：“你们都回去吧，我要回家了。”遵命。这一队战兵全都停下脚步。而那霍世子进入府邸之后，很快府邸之中竟然闪烁起了白光，伴随着白光冲天而起，霍世子的身形也直接消失了。望着那白光，陈平眉头微皱，这个家伙院子里面竟然有传送阵，看样子他是用传送阵把自己传送到了山脉上的那小城内了。若是猜的没错，估计那霍昭就在那小城里面。好了，都散了吧。一名战兵手一挥，众人一哄而散。这些战兵也不愿意规规矩矩的，现在解散了，可以脱掉那厚重的盔甲，舒舒服服的休息一下了。一个个战兵脱掉了盔甲，可是陈平他们四个却一直穿戴着。兄弟，都解散了，你们怎么还穿着盔甲，不休息一下吗？这时，刚刚跟着陈平说话的那名战兵走过来说道：“哦，我怕霍世子突然出来，到时候再召集我们就来不及了。”陈平撒谎说道：“他们若是脱了盔甲，怕是一眼就要被人认出来了。霍世子短时间不会出现了，没看他早已用传送阵回家了，这个府邸只是他的临时休息地，他不会待在这里的。还是把盔甲脱了吧，穿在身上多不舒服。”没想到这家伙还挺热情，上前就要给陈平摘掉头盔，脱掉盔甲。兄弟，我还是穿着吧，我长得太丑了，怕吓到你。陈平赶忙阻止，能有多丑，还吓到我？那家伙说这就把陈平的头盔摘掉了。可头盔刚刚摘掉，只见一张无比恐怖狰狞的脸出现了，就像是被大火烧过了一般。那战兵吓了一跳，手里的头盔都掉落在地了。我就说怕吓到你，你不听。陈平赶忙把头盔给戴上了。是太吓人了，你这是被火烧过了吧？那战兵喘了口粗气，满脸余悸。可就在此时，突然一阵急促而尖锐的声音响起，那战兵的脸色顿时一变。天牢有囚犯逃脱，是一名人族女修，所有战兵立刻战备。一道焦急的声音在半空中响起：“妈的，想把人累死！”那些脱了盔甲的战兵此刻又急匆匆地穿上盔甲，然后紧张地在城里跑动起来。陈平他们四个也趁乱在城里跑动着。原本陈平打算去那山脉小城看看，现在既然知道那小城之中是神殿八殿主霍昭，那他就不去招惹了。现在只能想办法从别的方向离开飞虎城了，不要惊动那霍昭。我们趁机找个地方先藏起来，穿着这一身盔甲太闷了。陈平说道。好，先找地方藏起来。风仙也同意。四个人找了个隐蔽的地方，打算脱掉身上厚重的盔甲。可就在他们要脱掉盔甲的时候，突然一道犀利的剑矛而至。这突然的一剑
把陈平他们4个给吓了一跳。陈平心念所至，斩龙剑瞬间出现，直接挡下了这一道剑芒。这时陈平他们4个才发现，这个地方竟然有个黑衣女人躲藏着。黑衣女人手拿着长剑，怒视着陈平他们4个。看这女人的境界，散仙境1品，身上散发着人族的气息。看来刚刚逃走的囚犯应该就是眼前这个女人。在被一剑挡下之后，女人再次朝着陈平他们发起了攻击。只不过女人并没有爆发全部气息，而是十分的收敛，估计是害怕气息暴露太多，被更多人发现。陈平见女人畏手畏脚的，于是冷冷一笑，欺身上前，根本不躲不闪，让女人的一剑直接砍在那盔甲之上。这些战兵的盔甲可都是坚硬无比，再加上陈平肉身强悍，所以即便是盔甲坏了，陈平也根本不怕。陈平上前一把抓住女人的手腕，随后一用力，女人手里的长剑掉落在地上，很轻松就把女人给制服了。畜生，你们这些畜生，你们会不得好死的！女人拼命挣扎，大喊大叫着，别叫了，再叫的话，我们4个把你轮了。陈平对着女人吓唬道。女人一听，果然显得有些害怕，把嘴闭上了。而白毅则是老脸一红道，贤婿，你别瞎说，我们2个的身份可不能玩一个女人。岳父，我就是吓唬他，你怎么还当真呢？陈平一阵无语，看来这白毅还真想玩呀。女人听着一口一个贤婿，一口一个岳父的，人都有些懵逼了。这时陈平摘掉了头盔，露出自己的面容，随后把一道人族气息打入了女人的体内。女人察觉到了陈平的人族气息，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你……女人震惊地看着陈平，一时间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。我们不是飞虎城的战兵，也是偷偷混进来的，现在正想办法逃出去呢。陈平对着震惊的女人说道。女人一听，心中顿时一松，脸上的敌意瞬间消失了。大哥，我们自己都自身难保，管他做什么？风仙对着陈平说道。闭嘴，你是大哥，我是大哥。陈平冷声说道。你是大哥，听你的。风仙赶忙说道。姑娘，你是什么人？怎么会被飞虎城给抓来呢？陈平对着那女人问道。女人既然是散仙境的境界，那就不可能是刚刚被大道接引而来的。我叫阿伊莎，是苍玄大陆的人。我们苍玄大陆遭到了飞虎城的劫掠，他们除了掠夺我们的资源，还抓来了数万人充当奴隶。我是好不容易从那天牢中逃出来的，希望你能救救我，只要你们把我救出去，我父皇绝不会亏待你们。阿伊莎对着陈平祈求道。陈平一听，没想到这阿伊莎的身份竟然还是个公主。你不要胡说了，那苍玄大陆有天堑，还有数不清的阵法，这么多年从未被人侵入过，一个飞虎城怎么可能就能够掠夺了你们苍玄大陆呢？白衣开口说道。岳父，你知道这苍玄大陆？陈平好奇问道。当然知道了，这苍玄大陆是人族地域最富饶，资源最多的一个地方，很多人族高手都聚集在那苍玄大陆。别说一个飞虎城，当年万兽王集结了好几个兽族城池的兵力，攻打苍玄大陆，最后都是无功而返。白毅跟着陈平说道。陈平感觉白毅说的也对，于是疑惑地看向那阿伊莎，想看那女人到底怎么解释。若是一个飞虎城，确实也不可能攻进我苍玄大陆，只不过飞虎城有一些神秘人相助，这些人境界强大，不管是天堑还是阵法都遭受了破坏，所以飞虎城才得以攻入我们苍玄大陆的。阿伊莎解释道。陈平听后马上就明白，这些神秘人肯定是神殿的人，这飞虎城如今应该是成了神殿的狗，所以才得到神殿的帮助，攻入了苍玄大陆。好了，先不说了，想办法离开这里再说吧。陈平知道这里虽然隐蔽，但并不安全，随时都有可能被人找到。
于是他重新带回了头盔，然后4个人押着阿伊莎从隐蔽处走了出来。因为他们一身战兵盔甲，所以押着阿伊莎没有任何人怀疑。可就在陈平他们押着阿伊莎向着城门方向走去的时候，突然一队战兵拦住了去路。其中一名战兵队长道：“没想到被你们抓到了，把人交给我，你们去休息吧。”队长，人是我们抓到的，为什么要交给你？陈平说道。放肆，我是队长，你敢顶撞我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那战兵队长大怒，上前就要给陈平一脚。唰！可那战兵队长刚刚上前，却见寒芒一闪，陈平出手了，斩龙剑顺势一斩，那战兵队长的脑袋直接高高的飞了起来。看到陈平动手，风仙、白毅还有阿伊莎也同时动手了，必须要用最快的速度斩杀了这队战兵，才能不让他们发出警报。可惜他们出手再快，还是有一名战兵在临死的时候发出了刺耳的警报声。一时间，城中大批的战兵四面八方的朝着陈平他们这边涌了过来。这怎么办？阿伊莎一脸的紧张道。跟我走。陈平见状，带着众人朝着那霍世子的府邸跑去。现在四面八方都有战兵，也只能去那府邸试试传送阵，若是能够传送到那小城，再想办法离开。进入那府邸之后，府邸内并没有守卫，空空如也，只在那中间院子中有着一个圆形的阵法，一看就是传送阵。陈平他们脱掉了盔甲，反正已经暴露，再穿着厚重的盔甲也没用了。大哥，你会弄这传送阵吗？风仙问道。毕竟每个传送阵的打开方式不同，虽然陈平懂得阵法之术，可不一定能够开启别人的传送阵。你莫要小瞧我贤婿，我贤婿可是什么都会的。白毅对着风仙说道。快进阵法之中来，我来启动传送阵。这玩意在我眼里就是小儿科。陈平毫不吹牛地说道。众人进到传送阵，伴随着陈平指尖在空中划过，阵法真的启动了，伴随着一道白光，众人的身形瞬间消失。很快，当陈平他们在看向四周的景象，发现已经来到了一处不一样的院落。这院子中全都是用红色巨石堆砌的院墙，足足有100米高，而周围死一样的寂静，连个人影都没有。但还没等陈平他们反应过来，周围的红色高墙竟然开始缓缓地移动起来。紧接着一个个战兵竟然从高墙之后出现，那霍世子也是满脸冷傲地走了过来。大胆，你们竟然敢用传送阵，擅闯殿堂，难道不怕死吗？霍世子说完，却突然眉头一皱，人族。他的目光看向了阿伊莎。世子，这几个人应该是逃犯，误触传送阵，所以跑到这里来的。一名战兵队长上前对着霍世子说道。霍世子一脸阴冷地看着，随即冷哼一声道：真是废物，干什么吃的，竟然让逃犯跑我这里来，把他们抓起来，直接送回去。霍世子淡淡地说道。轰！四周的那些战兵瞬间动了，体内释放出的气息把陈平他们给死死地压制。这么多战兵全都是精英，实力明显比其他城池的战兵要高很多，从这些战兵爆发的气息就能够察觉出来。妈的，看来只有拼命了。风仙见状，体内的气息瞬间爆发，打算大开杀戒。白毅和阿伊莎也都做好了战斗准备。牛奔则是满脸紧张，躲在陈平身后，他毕竟是个孩子。你们不用管。陈平说完，只见举起手掌，紧接着一阵涟漪在整个空间激荡开来。很快，这空间之中的战兵全都停止了动作，仿佛整个时间在这一刻停止了。那霍世子见状，顿时瞪大了双眼，满脸的不可思议。上百名战兵此时都以诡异的姿势停在半空，而他转身想跑，却发现伴随着那道涟漪划过，他的身体竟然一动不动了，整个空间都静止了。哪怕他用尽了力量，体内爆发出最大的仙力，
可还是根本动弹不了分毫。此时的陈平脸色铁青，掌心泛着淡淡的光芒。时间术法。风仙瞪大了双眼，大哥，你竟然能够操控时间术法，太牛逼了。可陈平没有理他，而是说道，快准备，我们返回去。陈平操控时间术法会耗费大量的时间本源，所以陈平撑不了多长时间。现在陈平要带着他们重新返回去，要想从这里突破出去就太难了，毕竟这小城之中肯定存在大量扒电的人。伴随着白光一闪，陈平他们的身形瞬间消失，又重新通过传送阵回去了。在陈平消失的瞬间，整个空间突然一震，所有人纷纷掉落在地上。霍世子的身形也是晃动了一下，差点没摔在地上。这个家伙竟然懂得时间术法，一定要抓到他，给我追！霍世子说完，带人进到了传送阵中。因为传送阵太小，所以一次也只能传送几个人，要想把这些战兵都传送过去也不现实。霍世子只带了几个战兵，然后通过传送阵朝着陈平他们追去。